人民日报新媒体的网友们，大家好！今年的电影春节档非常热闹，其中有一部影片叫《射雕英雄传》，是由徐克导演执导的。我想这部电影未映先热呢，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大家对原著小说和由其改编的影视作品都非常的熟悉，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大家对徐克导演的创新创作非常的期待。今天我们就有幸邀请到了徐克导演和在影片中扮演郭靖的演员肖战，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这部影片的创作体验。那请两位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你先讲。好，人民日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在电影《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中饰演郭靖。读者们你们好，我是徐克，我是《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导演。那我们首先要提问一下徐克导演了哈，《射雕英雄传》已经被拍过很多遍了，拍过很多作品，为什么这次还要再拍一次这个《侠之大者》，以及就拍摄这个年代还要选择武侠这样一个题材啊？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进入金庸先生的世界了。我记得《笑傲江湖》是30几年前的事情啊，做过程里面就我做别的事情，因为我记得我拍笑傲江湖的时候，其实很想拍《神雕侠侣》。那过程里面30多年之后，有机会一个《射雕英雄传》的题材出现了，我当然就觉得这是我很荣幸而且很难得、很珍贵的一个机会，在进入金庸世界的那个武侠的那个故事里面，怎么样去打造一个我解读跟我的一些看法的他的人物跟他的故事怎么样发展出来的。因为我觉得你去创造这个故事的时候，等于你自己先体验了，你是第一个体验的故事里面的跟别的解读方式不一样的一个版本。所以我很兴奋，而且我也感觉到一种很热血的一种状态，去一个个的人物啊、故事啊、情节，把它分析出来之后，我自己去接触这些人、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它的效果跟它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射雕英雄传》是一个很宏大的故事哈，那我们这部《侠之大者》它是从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切片来进入的呢？因为也就是整个故事的高潮就是国靖最后面对大汗，因为国靖是草原长大，他是大汗带大的，他是大汗的义子，可是到最后2个人在战场上见，这个我觉得这个极端的从一种很亲情的那种关系发展到一个敌我的关系，当时我看射雕，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剧情的冲击点，跟也是给2个人物很强大的一个戏剧效果，让《射雕英雄传》变成一个很难忘的一个体验。所以当然就拿到《射雕英雄传》，就觉得这个高潮是整部戏里面需要用第一个跟观众见面的一个效果，来设计出来这样。明白。想问一下导演哈，在您以往编剧和导演的作品中，爆改是大家对于您很深的一个印象。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的预告片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头戴这个红色绒球的胡军版的洪七公，以及其他一些演员的一些形象的一些创新。对，包括不，洪七公你来解释吧。还记得吗？记得，洪七公我来解释。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在演员形象的这个形象上的塑造上面，你有什么样的考量、创新的考量？好，那我先来。好，因为在导演在筹备初期，然后我们在定妆的时候呢，那我非常有幸的，其实瞥见了导演的一些幕后的一些工作。那其实大家细看的话，其实可以发现。七公身上的衣服其实是可能是寺庙里面一些雕塑上面的那些的衣服，然后被他们可能也是人家不要的衣服，然后被他们拿过来披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是有一个很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导演爆改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爆改灵感是有几个关键的因素，一个是
电影的聚焦的长度，比如说我们必须要在一个电影的长度去讲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必须要独立，不能够有很多观众要去脑补的东西，就是必须要把东西讲清楚。这个必须要你要把东西浓缩，而且把一些聚焦点给它提高，把它浓缩，包括了其他枝节的东西都要再放里面。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感情方面，你怎么可以让这个故事里面感情浓烈到一个程度，可以产生观众共鸣的情绪。所以你这个地方你需要去加强，因为小说来讲，你可以讲很多的篇幅，可是电影不行，就必须要在这个时间里面做这个事情，而且这国靖王荣、华筝都需要有很多这种附加上去的一些设计，让它产生了让观众感动的地方，在电影里面你看到的。所以你说是爆改吗？还是加强了小说里面的一些点？那肖战是郭靖的扮演者，是肖战身上有什么特质让您选择他来扮演郭靖？那因为我在跟演员接触的时候，常常会从演员的身上去找这个人物郭靖到底在他身上有没有在某一块里面出现过。那我们在探索，就跟警察问这些嫌疑犯一样子，你现场去过吗？你那天在做什么？这里面去找出这个关系在哪里，这个人物跟这个演员的关系哪里？那我觉得我这感觉上我是很接近这个国靖的一部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那个国靖那种对人的还对事情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国靖。那肖战在接到导演邀请的时候，你是在做什么？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我记得当时我正在进行另外一个工作，然后我当时的心情是有一点不敢相信。我记得我反复的确认了很多次，我说是徐克导演吗？是徐克导演要找我吗？对，那个时候的心情也很紧张，然后有一些小忐忑，然后还很兴奋。对，然后我记得第一次跟徐克导演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所以就很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导演问一句我答一句，问一句我答一句。刚刚听导演说才知道，原来是导演他在寻找这个演员跟角色之间的有没有某种联系，有没有某种相似的地方。有观众觉得可能会说你的形象跟大家印象里面的郭靖可能不太相似，你怎么看这种想法？塑造一个这么经典的人物，你有什么压力吗？我觉得很正常，我觉得非常正常，因为我觉得对于郭靖这样的角色，国民度如此的广，我觉得每个观众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郭靖的形象。那我作为演员，那我需要做的就是改变自己也好，然后去学习也好，去贴近这个角色，然后扛住这个压力。对，你想塑造的郭靖的形象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我觉得如果从外在来说的话，除了一些很常规的一些自己想要达到的方向之外，我觉得更多的是想自己通过塑造郭靖这个角色，通过我们这个故事，能更多的传递给观众的，我觉得让观众觉得郭靖不只是一个武功高强的人，更多的是想让大家体会到他的一个精神内核，他坚持的正确的价值观，然后以及他坚持不懈的坚守，然后以及郭靖他内心那种醇厚、温和、以诚待人，然后以及他秉持的原则，然后以及他为了大家舍弃了很多小我的东西，我可能更加的希望观众看到郭靖内核多一点的东西。那肖战，我们知道你在确定出演之后，你做了很多的功课和准备哈，你留了头发，然后学习骑马，然后练习招式。那回过头来看，你觉得电影中你成为了自己心目中那个郭靖了吗？我觉得反正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去诠释郭靖这个角色吧。我觉得是我能做到就是不留遗憾。那其次就是非常感谢，也很珍惜可以有跟导演合作的这一次机会。那
在当下会觉得说，花费了很多时间跟精力，然后也会觉得有一些困难跟困惑对于自己来说。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反而是自己收获了很多。就像您刚刚说的，学会了骑马这个技能，然后有系统性的训练体能跟武术，那自己的身体也更加的强健了，而且还在这个电影里面尝试了自己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造型，然后丰富了自己作为演员的多样性。所以种种来看，其实包括郭靖这个人物的精神内核，在之后潜移默化也给了我很多的支撑和能量，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一次机会。那导演，我想请问您一下哈，金庸笔下这个的侠义精神的内涵是非常的丰富的。您在影片中，您是如何展现这个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个主题的？我觉得“侠”这个字，根据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它的丰富很多的。因为以前我们对侠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不止这样。我觉得这个世界我们的理解，它就比这个表面的这种眼见的东西是更复杂一点。那我们还要有一定的认识跟智慧去知道哪个是怎么做是对的。这一点上是我们对武侠世界的一些价值观跟他们的正义的那种观点是必须要有一个更不同的定位。那也就是说，侠是什么呢？侠是一个对宏大一点的人的一种责任感。他无论是公理也好，他是有正义感也好，他是有一定的他这个信念，这个信念就形成他对事情的态度。那《射雕英雄传》里面的侠很多个，其实很多个。李平是个侠，对，丐帮是个侠，王戎是个侠，连华筝也是个侠。那大汗也是个侠。所以侠这个大者，就是他们的眼光跟他们的心胸是不是只是一件事情？它是一个比较宏大一点、远一点的这个视角，这样子。那您认为这种侠义精神在今天在当下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我觉得对很多事情，如今天来讲，就是地球的命运了，对吧？地球跟人类怎么走才是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轨迹。那肖战对于在拍电影之前对侠是什么样的想象？拍完之后有没有一些变化？我拍之前对于侠的一个概念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武功高强，然后他的武力值要很高，然后以及他要行侠仗义，对，可能就是大概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那拍完电影之后，我对侠其实我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你的能力越高，你的责任就越大，所以你要用你的能力去做帮助别人的事情，所以，那你怎么看待、怎么理解“侠之大者”这几个字呢？侠之大者，我觉得就像郭靖来说的话，我觉得是需要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然后以及需要心系天下苍生，然后为了民族跟国家的利益，然后而奋斗。我觉得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侠之大者。明白。那还请问一下导演哈，这个郭靖的成长经历和家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您如何理解家国情怀？如何向今天的年轻人阐释这个家国情怀？这个文化历史这么悠久，我们的前辈、我们的先祖做了很多牺牲自己，铺垫了很多一些他们的心血跟他们的生命的献出。我觉得理解这个东西，把过去的跟现在连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我们常常会觉得现在很多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当你理解这个关系之后，你其实所有东西都有意义的。明白。那肖战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从字面意思先出发吧。可能家对于每个人来说是根基，那国我觉得是承载着无数家庭和人民的命运和未来。所以我觉得家国情怀，我认为不只是一种情感表达，更多的是一种个人、家庭还有
家国之间的紧密联系。明白。谈完香，我们再谈谈武哈，就是很多金庸迷对这个电影里面如何展现降龙十八掌、九阴真经都特别的充满了好奇，有期待哈。然后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在武术方面这部电影下哪些功夫，有哪些惊喜值得我们期待？以前我们没有，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信息量啊，对人的体能方面能够做的事情挺多的。那比如说轻功，以前我们讲轻功，那我们只是想象的哦，就是飞檐走壁啊。可是你看呢，现在他们能够做的爬山啊，跑酷啊，他们的能力强到不得了。我们对人的能力重新要估计过，怎么去让他在这种我们这个生理上的这种逻辑里面去建立一个跟那个东西有关系、有超越它的一种设计。所以降龙十八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功，因为整个金庸小说里《射雕英雄传》跟其他的有关这个降龙十八掌的人都要问，到底这个降龙十八掌是什么东西？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有画好，所以十八掌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的功能是什么样？因为十八掌不是每一掌打出去都这样，不可能的吧？它应该有它的功能跟它的威力啊，而且它对付的对手都是很强大的武林高手。那武林高手他对方来的也是很厉害的武功。你怎么用你现在设计好的东西对付一个很厉害的武功？他的西毒欧阳锋，哇，他的蛤蟆功太厉害了。你这么跟他打的话，根本上你很难挡得住他的这个他的威力。所以你降龙十八掌用什么方式来对抗他？这是，那你看电影吧。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期待一下。那肖战呢？你在演绎这个郭靖的过程中，在打戏上你有哪些自己的武功秘籍？武功秘籍，我觉得像导演刚刚说的，一听就知道导演其实是一个技术流，而且非常的讲逻辑。你打出的每一招，其实它都是有原理的，包括是你要防守还是你要进攻，其实对于你的出招的不一样，所以你的招式也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的武林秘籍要找准郭靖身上的那个大侠的特质，然后以及他所有他的招式的武功的那个气韵，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对于我来说我的独特的武功秘籍。好的。那这部电影里面还有梁家辉、蔡少芬老师这样的老戏骨在里边，然后你跟他们也有很多的对手戏。现场感受怎么样？是压力多一些，还是动力多一些？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既不是压力，也不是动力，我觉得是放松。反而跟这样有经验的前辈演员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能量，或者是他们的经验跟专业度，带着你在现场走进这个故事里面，让你放松下来。那导演在指导这部影片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怎么去攻克它的？我觉得每部电影好像都没有，都会碰到很多问题是你想不到的。类似是你特别是拍战争、古代战争场面，射箭呢，你没想象那个人在马上射箭，不勒马缰，他怎么射箭？这个问题就要解决了。那你怎么解决呢？就是你无论找会射箭的人、骑马的人来做之外，还有这个布阵啊，你怎么东西？我觉得那个是对我讲是很挑战性。那对肖战来说，你印象里边最深的是哪场戏？你在这部电影里面拍摄的过程中，你有哪些突破的性的表现？我好多戏都印象很深刻。如果说最深刻的话，应该是在内蒙拍摄的那一坨戏，因为到了草原，我觉得那种大自然的天地广阔，然后其实能赋予你演员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相信导演也是。我记得导演在监视器的时候跟我们说，哎，你看到了草原真的不一样，好像一切真正的又开始了。所以对于我来说难忘的可能是有一次，因为在大自然的拍摄嘛，所以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天光啊，比如说一些景色的一些变化呀。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是为了抢一些时间，然后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马戏，
对，带着千军万马，然后一个奔腾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面，所以还觉得那个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画面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后来拍完之后，然后看到画面，觉得哇，一切都是刚刚好在那个时机，然后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景象。明白。那这一次的我们谈到徐克导演的电影，都会说有徐克的风格哈。那这一次拍摄对于徐克风格来说的话，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哪些突破和创新呢？你问一个镜子怎么解释它的？我自己其实都要依照我的感觉跟我觉得戏剧的目的啊，去设计镜头啊、讲故事的方式法跟这个镜头的逻辑等等。那如果真的要拿出跟别的作品不一样的话，是我希望在这个故事里面找寻它的真实感。就是等于说，你看《射雕英雄传》这个故事里面，这人物都是我们讲的是一个虚构，可是一个借这个人物去发挥这个剧情。可是你要做到一个真实感的话，特别是降龙十八掌啊、武功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有真实感的话，这是我觉得这次是跟别的作品不一样的地方。明白。就是您的讲故事、拍电影，您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一个时期，然后也经过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很漫长的一个时期。您觉得技术的发展为武侠电影带来了哪些全新的可能？技术发展得很快，其实很可怕的是人工智能。现在当然我们很多特效啊，很多这种现场的实拍的东西，都比过去的这个条件好很多。就讲盔甲吧，我们的马有盔甲，那个演员有盔甲，那怎么可以让那个盔甲这个让马可以负担得起？承重得起，这等等，这些东西就需要用材料跟这个打印的方式，让到那个马可以运作很自然，跟那个剧情产生关系，很符合的我们的要求等等。这些东西是过去很难解决的。我在开始拍的时候就对那个马盔甲、人盔甲都很头痛。就觉得如果要穿盔甲要40分钟、20分钟的话，那场戏是拍不了的。所以这一块是一个细节上的一个事情，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那您觉得除了技术以外，中国的武侠电影在推陈出新方面还有哪些空间？很多，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最优厚的优势，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我们的前辈，我们的以前留下很多他们对那个写作啊作品来讲，对我们现在是很大帮助。每一个东西，我觉得都可以更深入，更用我们现在的角度去解读以前的给我们这个留下来的这些文化遗产。我觉得这一块来讲是可以发挥的东西挺多的。那导演，武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在热度非常的高。您在拍这部武侠电影的时候，有专门为武侠迷特别设计一些细节或桥段吗？我觉得每一部武侠的故事电影里面，都一定有很多。那你特定的，其实应该是每一场的。其实武侠不只是动作，武侠是人物。所以你在设计人物里面已经包括了这个武侠的那种气质跟他的这种精神在，所以应该是你一开场就感受到这个武侠的精神到最后。好的。您希望通过这部电影给年轻观众传递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和精神品质，您觉得可以给当代的人提供哪些滋养？我觉得一贯以来我都觉得用我们现在的感情跟对世界的那种角度来去体验过去的故事，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过去跟现在是很有关系的。都说这个武侠是中国人骨子里特有的浪漫哈，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我们的武侠开始是因为我们需要这种对事情的感性的反应，也就是说，我们对人的关系、对事物的关系，我们用什么感性的这种内涵去表现自己。这样的话，平时我们在上班啊，做一些很正常的事情里面，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去体验这个东西。当武侠世界就很强烈的给你这个机会说，哦，你现在跑到草原去了，你做这个事情，然后你遇上这个东西，可能你跟职场或者你的生活有关的，那个时候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产生出来人之间的关系，这些我觉得是每一次我们去接触一个题材的话，我们都把它拉到跟我们有关系的生活范围里面去把它把观众的这种情绪给带出来，这样子。明白。那大家都说徐克导演跟肖战的组合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向观众推荐这部电影的话，您会说什么？我觉得新年开心，大家过一个热闹热血浪漫跟家人一起看电影的那种享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新年气氛很重要。电影上映以后，肖战最想听到哪些方面的反馈？我觉得是就真实来自于观众的反馈吧。我觉得这样会帮助于我在今后的道路上可以更好的进步。对。那电影上映在即，那肖战有没有什么想对观众朋友们说的？大年初一，然后走进电影院，多多支持我们《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谢谢。春节各位人民日报读者跟朋友们，万事如意，大家新年快乐。好，那到最后我也代表人民日报新媒体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的一年新春快乐，万事胜意，谢谢大家。